欢迎你来到属于你的财富思维。我们的第一支影片介绍人工智慧所带来的挑战，并且分享如何避免被它淘汰。当我们以为还有时间可以慢慢熟悉这个新时代，但是却在3月14日被 OpenAI 给打脸了。他们发布了 GPT-4 新版本，使用了大型的多模态模型，带来更强大的功能，已经打破了只有文字的限制。在这次更新中，我们可以预见到某些行业将会受到完全冲击，甚至在未来1到2年内将会大量减少人力。很多人投入了大量时间，就为了考取一张文凭，然后现在告诉你毕业后市场就不再需要你了。如果你还不知道新版本和旧版本的分别，或是它会如何短时间内淘汰你的工作，一定要看完这支影片，因为我们会先展示 GPT-4 和 GPT-3.5 的功能区别，然后再探讨哪些行业会首当其冲受到影响。那么现在就正式进入今天的主题吧。相信大家对 ChatGPT 的功能都很熟悉，最近几个月来有很多人用它来写文章文案，甚至还有人用它来写情书。如果你已经被 GPT 3.5 的强大功能震撼到了，那么你更不能错过 GPT-4。相较于 4.0 版本， 3.5 版本的运算力就如同是一个普通人程度，最多只是懂很多的知识而已。但 4.0 版本可以说是天才般的存在。虽然新版本目前只有付费版本 ChatGPT Plus 才能使用，但我个人认为这是值得投资的一件事，因为在未来的时代，能够操作人工智慧的能力将会是非常重要的竞争力。谁不能把握到这趋势，就等同把自己的未来被人工智能淘汰一样。在大自然中，人类是唯一一个把想法创造出来的生物，因为有创造力，所以才有文明，有文明就有了科技。可以说，创造是人类价值的最后防线。没想到今天就被打破了。这次 ChatGPT 取到的版本更新提升经验包后，简直是进化到另一个层次。新版本的能力介绍已经可以在最新的 OpenAI 的官方网站上。当然，我明白大家都不喜欢看文字和英文，那我简单为大家介绍一下 ChatGPT 的最新功能是什么，并且会配合旧版本的 GPT 3.5 做比较。第一项更新就是创造力加强了。虽然我们知道 ChatGPT 有很强的文字处理和创造能力，这个在旧版本中都已经充分表现出来。现在 GPT-4 又把文字创造带去一个新的高度。在示范中，要求 GPT-4 用一句话来总结灰姑娘的情节，但每一个单字都必须有限制，也要到自己的字母开头，而且不能重复使用。最后，他竟然真的做到用26个字母开头，将整个灰姑娘的故事总结成了一句话。这样的创造力，即使是一位语言专业的人，也需要花费一定的时间才能完成，但是 GPT-4 却轻松做到了。我特意再把它翻译一下，原文就是一位美丽的灰姑娘，渴望的居住，最终获得幸福。爱情神奇的培育富有的王子，激起了极度的亲戚，静静的解救玻璃鞋获胜。年轻人热情的团结在一起，非常奇妙。当然，这个句子在语言表达方面可能不太流畅，但是在我们的脑海中却能够勾勒出一个完整的画面。即使你从来没有看过灰姑娘，也能大概猜到有一个女孩叫做灰姑娘，曾经被极度的亲戚对她不好，但还是最后被拯救了，最后与一个王子幸福快乐生活。然后我们再用旧版的 ChatGPT 问同样的问题，他只是一开头尝试拼出了道字的排列，最后想都没想就放弃了。在3月14日的演示中， OpenAI 更示范了如何使用新版本写诗。如此可见，我们可以推测，这个升级后的 GPT 将淘汰大量的作词、作诗、作家等的职业。第二项更新呢，就是能够读取网络连结，并进行更加精准的总结的能力。在这次更新中， GPT-4 的字数由3000字提升到了25000字，这意味着它的总编写字能力变成了更强大。在展示中， OpenAI 使用了一个维基百科的连结来测试，结果显示 GPT-4 能够读取网页连结，并且总结出国外歌手莉安娜在超级杯中的表演资讯。我们大概在几周之前测试版本 3.5 的时候发现，该版本是不能读取网页连结，但是现在我们发现，现在的版本 3.5 可能也已经具备了这个功能。然而，当我们问版本 3.5 有关莉安娜在超级杯中表演的相关资讯时，他却说他并没有在超级杯 Halftime Show 中表演过。这是因为莉安娜在超级杯表演是在2023年2月份，而版本 3.5 的内存资料直到2021年9月，所以没有最新的资料。不过在 GPT-4 的介绍中也提到了它的资料直到2021年9月，所以基本上应该与旧版本是同一组数据。但它可以在展示中提及超级杯的资料。我们猜想 GPT-4 可能是透过互联网的资料或其他渠道获取了2021年之后的新消息，这就可以避免一些最近才发生的事。但因为人工智能缺乏最新资料而胡乱编写的问题，不过这也需要多加测试新版本来验证这说法。第三个能力包就是拥有更强大的逻辑推理能力。在展示中，测试者问了一个问题：安住在早上11点到3点有空，周安在中午到2点和下午3点30分到5点有空，汉娜在中午有半小时有空和下午4点到6点有空，那么他们应该在什么时间开会比较好呢？
结果版本 3.5 错误的给出了下午4点到4点30分的答案。要解释这个事很简单，这个明显是因为他不喜欢安住这个人，直接把他排除在外了。当然这只是开个玩笑啦。版本 3.5 的逻辑推理能力不够强，当遇到一些稍微复杂的问题时，他就会当机胡乱回答。不过版本4现在已经可以提供正确答案了。如果你还没有感受到它的进步有多大，以下的例子应该更能说明。在版本 3.5 时，我们已经听说过 ChatGPT 在医学、法律等专业考试中获得了及格的成绩，但现在它已经在各种考试中获得了优异的表现，比 90% 的人都要优秀。这归功于版本4的逻辑能力得到了强化。所以说版本3是个普通人程度的话，新版本就明显是一个天才。以上提到的新功能，感觉上都是在原有 GPT 功能中再加强。如果这还不够让你觉得它有多进化，接下来要说的更新，就不是在一个平面的维度上的更新，就像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的应用。第4个能力简直就是为了淘汰人类工作而设计，完全是维度上的不同，就是利用多模态模型来辨识图片中的物件和背后的意涵。辨别图片这个功能，在人工智能世界已经不是一件新鲜的事，相信大家都试过在提交一些表格时，需要点击一些物件图片来验证。其实这个就是利用大家来帮 Google 识别物件的方法之一。但传统中的图片识别，人工智能只能告诉你那个是什么东西，但不会理解到那个事物背后的深层意义。在最新的演示中，只需给 GPT-4 一张实物图片和一个问题，它就能够分辨图片中的食材，并且提供相对应的烹饪建议。在另一个展示的影片中更是让人惊叹，当我们问 GPT-4 如果把气球绳子剪断会发生什么事，它居然知道气球会飞走。如果这些还不够，你是否有在网络论坛上看到迷因图，但却完全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呢？现在不用担心了， GPT-4 已经能够理解迷因图背后的意思。在这个多模态模型技术中，我们发现重点并不是人工智能对物件的识别，而是那个对物件的理解能力。这样一来 GPT-4 就是真正首次打开了眼睛，能够理解这个世界。另外，当我们更深入了解多模态模型技术时，不仅仅是图片可以辨识，声音和影片也可以在这个模型下进行预训练。但是这些功能在这次更新中并未推出，如真正把图片、声音和影片都能够给人工智能辨识，同时间又可以输出新的不同图片、声音和影片。相信很多产业，例如剪接、拍摄、平面设计、广告业、媒体之类的，都要担心一下自己的专业地位了。这个分析、理解、再构筑的能力，我们发现其实这个就是人类的能力，也是人类最核心的价值。如果 ChatGPT 只是一个纯粹分析工具，那它只是一个加强版 Google， 只有人类充当中间人，才可以分析好的资料放进可创造东西的软件里。但是现在中间人已经可以不需要了。在最新版本的演示中，测试员就随便画了一个样图，就指令 AI 用来创造一个网站出来，然后不消一会一堆网页代码就打出来了。这已经足够令到一众程式员都感到一堆冷汗，工作的生命周期已经严重受威胁，只是不知道什么时候人力市场上就来一波大震荡罢了。相信大家看到人工智慧的能力后，已经开始觉得自己的专业可能会被取代了。虽然现在可能还没有达到所有专业被完全淘汰的程度，但随着人工智慧高速的学习能力，未来不会有任何一个专业可以幸免。你们对于人工智慧的威胁有什么看法呢？是感到害怕还是有所期待？欢迎在下面留言，我们可以一起讨论。不过在我的看法中，人工智慧的发展就像是工业革命一样，会淘汰过去的许多行业和专业，但同时也会产生许多新的产业。在我的第一部影片中也有提到，未来我们需要跨领域去处理不同的设计和专业，而单一专业的工作已经无法应付未来时代的需求。如果你想知道在这个人工智能时代中应该如何准备，就一定要看回这个影片。我相信害怕被淘汰是很正常的，但这个趋势是不可逆转的，一直害怕也是没有意义的。我们需要珍惜现在还有的时间去学习人工智能方面的知识。我相信这是一个让大家又一个向上流的机会。希望你喜欢这频道并一直增长自己知识。想我分享多一点这方面的知识，记得订阅和点赞，并开启小铃铛。好了，今天的话题就到此为止，让我们下周再陪伴你找到属于你的财富思维。再见。